前文书我们说到，官方为恐龙合体证明龙焰王，随后推出的天元合体却被成本控制搞得一塌糊涂。幸得2套配件包的拯救，机器恐龙合体终于完美谢幕。新时代的孩之宝也确实发现了自己曾经的营销策略，让变形金刚这个 IP 越发灰暗。于是下一个时代，官方决定自己再次洗牌，玩家们也终于在暗无天日的长夜看到希望的曙光。前文中我们盘点了电影变4时期，孩之宝终于让机器恐龙在时隔30年后再度团聚。银幕上一个个重新设计的形象，让新时代电影入坑的玩家大呼过瘾，也让80年代的老玩家拉满情怀。但玩具方面，碍于正值孩之宝奸商心爆棚时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整条变4产品线都成了有史以来最垃圾的一条电影玩具线。而且其中的机器恐龙虽然悉数登场，甚至增加了未曾有戏份的面孔，但素质方面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却怎么也让人联想不到电影里的角色。电影在绝技重生后面继续推出了最后的骑士，这2部让全世界玩家吐槽的低分烂片。电影玩具也因为当时的成本控制理念和前3部产品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孩之宝自己不是没发现这个问题，大量的库存积压和玩家的流失让官方必须做出改变。于是2018年变形金刚大黄蜂终于不再是迈克尔贝执导，也让像我这样的老玩家觉得这才是变形金刚电影版该有的样子。少东家特拉维斯奈特至少自己是个变迷，他起码懂变形金刚，也确实拍出了能同时满足新老2代玩家的作品。玩具方面在这一时期也迎来新的里程碑，同年推出的 Studio Series 工作室系列伴随着大黄蜂电影一起斩破了那个黑暗的年代，在大批量重置前几作中的角色的同时，还尽量还原了角色间的比例效果。虽然官方玩具的比例向来都是儿戏，但至少有向那个方向发展的概念也是好的。可以说这条线是目前为止综合素质最丰富的电影产品线，售价和角色完成度的考量下，甚至在迷友群中比大师级的 MPM 更受欢迎。背景聊了这么多，进入我们的正题。 SS 产品线首发阵容中便推出了高人气的钢索。得益于新时代技术的进步， SS 系列虽然使用了更少的零件来减少成本，但在每一块板件的刻画上可是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用大量的细节来雕琢电影里层次分明的造型。变形设计方面也是在有限的零件数下做出了相应的巧妙逻辑。可以说整条 SS 线的口碑都相当不错，除了数量过多的大黄蜂和早期壁上村那让人撕心裂肺的做工。呸！恶心！很可惜的是，至今 SS 这条线也只有钢索一条恐龙登场，甚至有种不好的预感啊，在这条线又要重蹈钢索独挑大梁的覆辙。但 SS 的钢索毕竟还是让玩家无法满足，一来这条线从宣发初期就充斥着比例噱头，但钢索的尺寸实在是无法和同系列其他角色配比；二来本来不多的设计成本，就算板件刻画再细致，分件量就控制在那里，所以钢索的2个形态让玩家非常纠结。于是官方的情人 DNA 出现了，这家从诞生起就一直为官方产品制作配件包的厂商，虽说中间也出了套误眼暗账，想过开辟新道路，但就这个设计能力和连壁上村都不如的做工，让这款售价700多的产品饱受玩家诟病，甚至被誉为当年最差的第3方玩具之一都毫不为过。好在这家 DNA 也有自知之明，从此放弃了原创单体的开发，成为了专做官方配件的厂商。此时盯上了 SS 电影钢索的症结所在， DNA 一套新的配件包问世了。
装上后的效果确实能为两个形态增添不少分数，但回头想一想，就这么几个零件，竟然售价比当时 SS 钢索本体还要贵，不得不让人又肉疼两把。一疼不装不好看，装了浪费钱；二疼官方就差这么几个零件，怎么原设计的时候就不懂得加上呢？看到这种情况，国产第四方 KO 厂又发现了商机。玩家嫌肉疼是吧？那我就出套让你肉不疼的。微降版本上线了，放大尺寸，人形和龙形都相当恐怖的数据。精涂装的漆面，各种华丽的做旧效果，干扫处理，让本就不错的板件刻画细节更显丰富。头部加入 LED 灯光，并且不光配件包一次性满足，还附带了一个可动骑士擎天柱参与骑龙互动。最关键的是，这么一大箱卖200块。隔壁的黑曼巴也不甘示弱，几乎同时也推出了自家的放大版电影钢索。这一下比微降版还巨大的尺寸，更是让比例党大呼过瘾。自家重新设计的配件包，一改 DNA 遗留的风格，虽然大体逻辑差不多，但外观美型这种本就是见仁见智。一时间市面上竟也出现了微降和黑曼巴的 KO 放大精涂魔改钢索之争。一款 SS 竟然让两家国产第四方踏入机器恐龙混战的这趟浑水。黑曼巴的优势在于钢索之后还搞出个放大精涂魔改加灯效的灭世，这两条龙摆在一起那叫一个唬人。考虑到并不贵的价格，在当时来说甚至成为不少玩家的防熊利器，甚至一度引来不少圈外玩票者的哄抢。毕竟我们站在外行人的眼光看来，200来块这么大一只电影造型的机器恐龙，还有丰富的涂装和灯光，怎么看都相当超值。虽然它也终归是个盗版产品，但非变完圈的玩家又不是变形金刚核心粉丝，他们大多是玩玩的心态，摆着看看罢了，也没必要对着版权较真儿。怎么样？你在想什么？所以一时间，微降和黑曼巴也在线上线下市场争得火热。后续虽也有个奥义跑进来掺了一脚，但玩家在变完全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奥义是什么来头，恐怕大家也都是心照不宣。而最终为这场第四方间的放大钢索争端画上句号的，反而是多年后的另一家第四方百威。我都不知道该称这家是第四方或是第五方了。这次百威推出的钢索大礼包涵盖了黑曼巴与微降2套配件包，还修改了新的头雕造型，取消了微降版附带的不可变形的可动骑士柱，取而代之的是蓝色透明版微级元大的 SS 前3部的造型。不得不说，这个搭配真给我干词儿穷了，一时间竟无法形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变武出的那个微级别骑士柱哪里不对吗？为什么是蓝色啊？为什么是透明啊？为什么呢？虽说柱子莫名其妙，但好在配件足够丰富。两家不是因为配件包修改的方式不同而在纠结吗？这次我一盒2套都带，玩家自己想安哪套随便，甚至你混搭也无所谓。加了可变形的柱子，虽然莫名其妙，但至少是俩玩具，加量不加价。就算在通货膨胀的几年后，依旧卖2叉叉。他妈298不得起飞了啊 ！KO 放大这边最终也消停了，但早就有人坐不住了。望着官方 SS 钢索的大受欢迎， KO 两家第四方的大卖，怎么我堂堂第三方原创设计还干不过几个做盗版玩具的？怎么一回事啊？绝创就又这么杀回来了。几乎是微降黑曼巴同时期，第三方绝创这边掏出了时隔多年的新产品，这次的绝创又放弃了漫画线，转而做风生水起的电影造型。但从第三方电影玩具发展的这么多年，我们总结下来，挤进去的第三方不少，但能活下来的貌似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你必须自身素质做得足够优秀。绝创仗着自己对于美型方面的把控，也想进去试试水。试试就试试呗。
就当做善事了。倒是尺寸上来说，比起 SS 那不伦不类的比例要舒服不少，但绝创实际也没有多大。尴尬的尺寸和超自信的定价，让玩家也一时间无法抉择该如何搭配。配 SS 线，比例是说得过去，但官方起码价格摆在那里，均价1到200的产品线，走的就是一个缩成本、跑量、占据市场的模式。绝创一款钢索下来，身上不少的合金件和做旧涂装，本身来说是很有诚意，而且效果拔群的。但放在 SS 系列中显得格格不入，1000多块的售价，让玩 SS 系列的玩家肯定不会选择近10倍价格的单体搭配，这个档次不太一样。放在 MPM 线，绝创那个尺寸又显得没那么大，再加上 MPM 都是什么级别的设计水准，就算他们前期一个个的生产工艺再拉胯，但起码设计结构摆在那里。绝创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产品的迭代，可是没见设计有过什么进步，也仅仅只是在连杆堆砌后的美型上下了些心思，放在一起更是显得格格不入。更何况内时节的微将黑曼巴个个200块，超巨大，就算配比例也轮不到毫无性价比且尺寸猥琐的绝创来站队。于是绝创的钢索就这么尴尬的在电影玩具圈不信那个邪的走了一遭，最终半价6XX，如今依旧大量库存积压。摩擦一摩擦，不是玩家不捧场，是这个东西真的很纠结，配哪条线都不合适，你说你出它干啥？难道说绝创要自己独立开一条电影玩具线，以钢索定基调也可以？但后面绝创也从此不再有了任何声音，就算喜欢电影的玩家想当天使投资人，您这项目王多鱼看了恐怕都怕打水漂吧。这项目投了。自此以后，电影玩具机器恐龙官方、第三方、第四方再也没了后文，恐怕这条线的恐龙系列就如同绝迹重生的电影，成为谁都不愿提及的黑历史。它就像被时代遗弃的流星，划过夜空，闪过光芒，又匆匆消逝。当然，与之相对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完全是时代局限的文化背景，自身的硬实力也定是成为其永不褪色的必然条件。变形金刚历史上第一部走进院线的大电影，1986年的辉煌依旧照耀至今。Studio Series 将用它全新的方式来演绎那35年前银幕上一个个刻骨铭心的形象。机器恐龙官方将为早已而立不惑甚至知天命的老玩家追忆怎样的初恋体验，尽在变百科。史上最大规模机器恐龙混战最终回，我们下文分解。这里是新锐 UP 少主力，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记得关注、收藏、投币、转发，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就让它更加繁荣吧。